遺囑寫1毛不給竟然沒有效，為什麼呢？假設我有1億，我拿了8000萬去買了，死掉的時候是不是2000？是2000，我又寫一個遺囑說你不能繼承，那你是不是特留份剩下1/4？他等於只拿到500。我覺得認識律師好重要哦。馬再群律師教你如何把財產留給對的人，合法讓討厭的人拿到最少。財產怎麼分？你說了算。其實啊，就我們身邊呢，有很多的朋友已經開始規劃遺產了哦。我認識就是財產到底要怎麼分，然後或者是債務，到底要怎麼樣去擺平它。所以我們今天呢，再次邀請到我們消安經濟學好朋友馬再群律師。律師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是，如果說我們財產如果沒有人繼承的話，是直接就給國家了嗎？沒錯。我們民法規定的繼承有順位，如果你這些順位都沒有發生的話，就沒有法定的權利人出說我要這筆錢，你的財產我要，到最後結果就變成國家國稅局過一段時間以後，國稅局還有政府就會直接充公。對，所以律師，我們之前看到這樣的一個消息，還蠻驚訝的，31億的遺產沒人要，結果全歸國庫。你看，這是國產署今年公布5年沒有人承認繼承的遺產總值高達31億多。那到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原因？是不是高齡化還是少子化的社會？沒有人繼承的財產，除了法定順位那些，是真的沒有。我沒有結婚就是沒有配偶嘛，這是法定的哈。但是有些是小孩子去向不明，我戶籍上面有生小孩，但是呢出國了，你看他出境了，在外死活不知。那這樣子國稅局跟國有財產局就認為這個是目前沒有人來辦理繼承，也許他是因為死在國外了。那個小孩也沒有結婚，也沒有什麼後面都沒有後代，所以就產生一種繼承狀況不明的情形，懸念。对，那繼承狀況如果不明的話，還有另外一套程序是我要公告一段時間以後才能夠歸國有。那現在國有財產權公布這些叫做無人承認繼承無人承認繼承跟沒有繼承人不一樣沒有繼承就是沒有，我沒有娶老婆就沒有。無人承認繼承是有這個人，但是我真的找不到。那這些財產放在那邊怎麼辦？所以政府就會有這樣的情形說，如果沒有人繼承，他下一個程序他就是公告，公告這段時間才慢慢才會歸所有。但律師，其實我們在說到遺產的部分會有這個法定繼承人的順序，對不对？這部分也要請教一下律師。民法有規定，死掉以後的第一順位直系小孩，直系卑親屬。第二順位是父母，第三是兄弟姐妹，第四是祖父母。那配偶就是跟這些順位一起繼承。你如果跟第一順位就是平均分配，你跟第二順位、第三順位就按照什麼？配偶會多繼承1/2，其他分給第二順位的人。所以配偶拿不到全部？不可能，因為你有順位啊。配偶是跟着順位的人一起去按照法律的規定去分配他的額度。那另外還有就是單身族的繼承順位，因為他可能沒有生小朋友嘛。对，那也是有順位，就是第一順位就爸爸媽媽，然後再來就兄弟姐妹，再來就是阿公阿嬷。对，沒錯。但是通常單身要繼承順位會有一個大問題是，除非你是突然意外，你年輕20幾歲、30幾歲，不然等到你年紀大了，其實父母親都不在。對啊，你唯一能夠在的是什麼？還沒有走的兄弟姐妹。對，所以你看這個順位，講單身歸單身，是真的只有一個順位。第一順位跟第三順位都不在的時候，然後就是我也不想留給我的兄弟，我想留給我的侄子跟侄女，有辦法做到嗎？為什麼已經盡力控制飲食，吃得清淡了，膽固醇還是不好管理呢？其實代謝效率才是關鍵。除了飲食，膽固醇更多是由身體合成，血糖與血脂是源自於同一個代謝系統的狀況。想要啟動代謝循環，健康3D 紅麴加鉻就是雙管齊下的救星。透過紅麴加鉻加苦瓜生態，可以降低膽固醇，調節血糖，從根本促進身體的代謝。Insmate 專利定序19肽是全球首款獲得美國 FDA 認可的新膳食補充成分苦瓜生態原料，分子少，活性佳，品質與效果更值得信賴。2周血脂，4周血糖，1盒啟動代謝升級。榮獲國家雙重標章，守護健康更安心。統一健康3D 紅麴加鉻雙效定，天天飯後2錠，就是最簡單的健康投資，幫助您啟動代謝升級，讓身體更有底氣。第一順位跟第三順位都不在的時候，然後就是我也不想留給我的兄弟，我想留給我的侄子跟侄女，有辦法做到嗎？是可以寫在裡邊，因為通常我了解的一些狀況都是，他會跟某一個兄弟姐妹的侄子侄女比較親，沒有錯會帶他去看病啊，會幫他買個東西，陪他逛逛街啦。你要知道，就是
人在晚年的時候，我們說割稻尾就是這個時候，就要努力出來表現出這樣的一個狀況，因為他舉目無親嘛，對不對？頂多養條狗、養條貓，給貓給狗啊，不可能，一定會想說啊，這個小孩子對我不錯，我就視同己出，想要說我將來財產，我這個房子將來要給他，那有可能就會發生。那你可能因為他不是順位繼承人，你可能就要寫遺囑了。如果我們要把我們的遺產送給我的子女的話，通常大概是分一個是動產，一個是不動產。動產很簡單嘛，現金，死掉以後現金全部給他。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是，如果你的兄弟姐妹還活着哈，他是有特留份的最近有修法要把它刪掉。如果刪掉以後，你就可以100%送給我的子女了。那不動產的部分呢，就可能要有2種方式，一個是我生前就把所有的不動產过戶給這個子女，我覺得還是有點小風險，萬一他不理你，你的晚年就有點凄涼。所以我會覺得說，如果能夠寫遺囑，遺囑上面呢就直接全部給他，這是一個方式，因為增值稅就不用了，對，就沒有增值稅了哈，只剩下遺產稅。但是如果你生前要給他，我也建議你不用全部給一半，1/2給或2/3給這個子女，自己留1/3。為什麼？因為有持分，他就不能去借錢，他不能貸款，你又保住1/3，還可以制衡他。如果在律師那邊寫清楚說這是过給你死後你才能做處分的話，那個都可以去保障你的生活品質。所以這個部分是可以這樣做處理。那但是如果子女拿到財產以後，將來要變賣，如果是贈與，你用公告現值算的話，他將來賣3年、5年、10年各有房地合一稅的部分，那是他将來要去繳的。那我會認為，站在這個被繼承人身份的立場，我不太會去幫我的真正的子女跟下一代去計較房地合一稅，那是他的事情了。他賺多少錢要繳多少稅，我還幫他想那麼多。對呀，對，所以我就不太會計較這些。是最特別的地方是一個生前的贈與契約，這件事情最好還是請律師來規劃，對不對？對，生前贈有2種，只寫契約不過戶。只寫契約不過戶。對，有一種那個叫死因贈與，是我死後我這東西要送給你，但是呢，這個有一個好處。我在還沒死之前，隨時因為還沒過戶，隨時可以撤銷。不乖，我就可以撤銷。這個就類遺囑嘛。對，類似這樣子。對，那這是一個。那另外一個我講生前贈與是指我生前就直接過戶給你的，就把錢撥給你的。所以這2個是不一樣。對，通常是不一樣。對。那剛剛律師有提到說立遺囑非常重要哦，有哪幾大遺囑的種類是符合法律規定的呢？法律現在規定的遺囑有5大類哈，像我們那個看板上面寫的自書遺囑、公證遺囑、密封遺囑、代筆遺囑、口述遺囑。第一個是最簡單，越後面越難。所謂越難是指需要的證人越多，程序更複雜。所以我會鼓勵大家，如果今天大家有想法有概念，最好是寫自書遺囑。自書遺囑就不用任何人，我自己在家寫一寫就可以了。親筆寫。公證遺囑跟密封遺囑其實都要到公證人那邊處理。公證人那邊。對，公證。那你去公證人那邊就不用我教了，公證人會自動教你怎麼弄。你有想法說，我要做公證遺囑，就要多帶2-3個證人去公證處說我要做這個。是。那個專業就會幫你處理。那至於代筆遺囑呢？我認為代筆遺囑比較客製化一點點，因為我做過很多代筆遺囑，都是住在醫院裡邊。就快走了。例如說，我用口述的方法，然後別人幫我寫下來以後呢，記錄下來以後念給你聽，確認你的意思，加我再加2個證人，總共3個，一個帶親筆3個證人寫在裡面。然後呢，全程錄音，我會全程錄音，是，我會先確認他的意識形態。今天幾月幾號？你叫什麼名字？我們來今天要做什麼事情？然後我就開始念一遍这個遺囑是不是你的意思？因為通常代筆遺囑都是不能寫的。他不能寫，腦袋是清楚，不能寫，不能寫，他可以講。如果他能讀，我按照我的做法，我就會代筆寫好以後拿給你讀。讀完一遍就代表你意識清楚嘛。對，全程錄影下來，將來不會有爭議。口述是非常緊急的情形之下，你都不能做其他的才行。這是最後的補充，非常緊急的情形。像鐵達尼船要沉了，對，那個情形，而且都不能夠代筆，不能夠密，不能公證，都不能做，才能夠做口述。而且口述遺囑完畢以後，在一定的時間內要把它轉換成1到4種，不然它還是會消滅。所以我會建議大家不要去想口述，那個是很緊急的狀況。建議大家自書、公證這2個是最方便的。就律師剛剛最推薦的自書遺囑裡面，有沒有哪一些重點是一定要列出來的？自書雖然只要自己寫，全程都親筆寫，錢要怎麼分完哈，最後要簽名，這樣子其實法律上就有效了。那我會建議在自書遺囑需要見證人的原因，是因為通常寫自書遺囑的人都是比較有想法，也許他今年寫完以後放在那個地方了，他10年後才走，沒有再修改了。對，所以會產生一個問題是，10年後、20年後你才死亡。
你的筆跡會變。筆跡會變，這個就人的字跡會變，字跡會變。那這樣申請什麼字跡檢定，我會擔心10幾年前你的筆跡樣本我找不到。像我以前遇到一個那個遺囑是15年前的15年前，那老人家寫完遺囑就活了15年才走。那個遺囑我說15年，我去哪裡找他的筆跡去對那個是，因為他老人家到最後都是抖的，手是抖的那個。我沒有辦法去找那個筆跡，我就開始腦袋想破頭。我說這個老師以前是教師退休，我想去問那個學校有沒有當初他的自傳。一般來說，任職都要寫自傳，對，沒有自傳。我腦袋想，我想破頭，我說，那我再去找他的開戶資料，我去翻他的那個銀行開戶去調資料。那你要確定那些都還要保留，因為有些銀行也沒保留，這個過久就沒有保留了。對，但是如果有見證人，很簡單，傳他來，哇，一下呀。我有看到親筆他寫啊，就一下就打死了。所以自書遺囑，我認為雖然他不需要見證人，但是我希望你們有見證人在裡邊，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你寫的遺囑如何讓你的遺囑被知道？一般家裡有個匾額藏在後面，光明正大光明匾後面。通常會寫遺囑的人一定有想法，想法就是我不想按照法律規定大家平均分，我一定是有利於 A 不利於 B。當你寫出遺囑來的時候，請問你這個遺囑要給誰？因為遺囑正本只有一份，對，好，影本無效。那請問你要給 A 還是要給 B？ 原則上應該給 A 吧。你給 B 還得了？你們現在跪跳耳朵，一 B 一看到把你撕掉。但是我有遇到一些老人家不想打開這個盒子，我就是不想讓人家知道我是 for A 好還是 for B 好。開盲盒的喜悅，對不對？你也知道，當你有這個想法的時候，小孩子想法都不一樣。對呀，而且沒有保密的。絕對保密不了。那既然希望保密的話，那如何讓人家找到這份遺囑？你一定是第一個找你的閨蜜，第二個是放在保險箱。我認為放在保險箱是唯一有機會大家一定看得到的，因為到時候清你的財產一定會清保險箱。然後那個人通知你的閨蜜，你的好朋友多跟幾個人說，我有寫一份遺囑，我有寫，記住我有寫，我走了以後你一定要去把那個打開來看，就是這樣子啊，給律師也可以。所以被發現很重要，因為通常寫完以後交給誰是一門學問，藏在哪裡也是一門學問。我上次遇到過一個，就是藏在那個衣櫃裡面，結果呢整理遺物的時候，你知道已經過了1年了才找到。那個財產都分完了，那怎麼辦呢？那只能訴訟，要打官司，先確認這個遺囑真跟假，然後再打官司把那個遺囑再重新分配掉。萬一時效已經過了就慘了。那律師，我們知道說自書遺囑還有2大地雷要避開哦。對，哪2大地雷？第一個就是見證人，我剛剛提到沒有見證人是有效的，但是會產生剛剛很大的一些爭議。第二個問題是簽名。一定要親簽，要簽字，因為筆跡上面都是一致的，因為打字無效，記住哈。現在很多人就打完字以後，下面簽個字是無效的，是自書遺囑打字是無效的。你說我簽名是我簽的，沒有效，整份都無效。如果說他的國文中文不是很好，錯字連篇怎麼辦？這有效嗎？錯字連篇必須是不曲解其本意。就是看得出來，對，看得懂。那你不能說我100萬跟200萬數字1、2不一樣。我說我寫錯了，1還是2，那個不可以亂寫。OK， 小小的錯字，名字稍微寫點別字，那個 OK， 不影響它整體的效力。但是數字就有影響效力啊。那寫數字的時候，因為我有聽說過，就是上面要寫正楷的，就是大寫。還好，不会，那沒關係嗎？沒有要求，你寫這個阿拉伯數字1/3 ，OK， 清楚就好。清楚就好。那你有塗改的部分，記住清楚塗改，就是不要在那邊畫一個圓圈，就畫到看不到。比如說你1/3要改成1/2，你覺得說，我寫錯了，那你就上面寫一個小叉叉，但是看得到你涂掉是1/3，後面就改成1/2，你在最後面那一行後面寫3一字真一字。那接下来就回推就看得出是你的意思，是你真的要修改，那是有效的。对。那律師如果说我們剛剛提到說有些人可能狀況非常的緊急那他那個時候可能沒有辦法在那邊寫錄音或是錄影，那這樣有法律效力嗎？基本上面錄音錄影這件事情在遺囑上面是沒有辦法成效的，頂多變成遺願。對我們來說，錄影的當下到底是不是自己的自由意志？有些被兒子在那邊壓着，叫我媽媽講的很多啊。你知道老人家到最後在病床上面沒有尊嚴的時候，講的話都身不由己。
你別錄音錄下來，你能證明那個剎那他沒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引誘好了，我說引誘好，不要說脅迫了。這個東西都很難去判斷。是，通常我們所謂的那個緊急狀況下錄了一段，那就是類似口述遺囑的概念。那前提是你還要證明不能夠使用第1項到第4項才能夠用口述遺囑。更何況有些情形它並不緊急，它只是在某一個情形下錄了一段話，那個話到底是討拍好，還是因為礙於要給某些人交代錄下來的，其實我們都不得而知。所以那種內容其實對我們來說頂多是遺願。也晚崩，不是法律上面的遺囑。了解，是因為其實我前一陣子看到一個新聞，就是香港的電影大亨，然後他有2000億的財產不留給最小的兒子，這個法律上應該是可以成立的吧？原則上面，如果他寫遺囑是不給誰，通常他還是有特留份。他還是有特留份，对，只是說我不給 B， 類似我全部給 A 一樣。問題是他還是有特留份。那如果主張說他沒有特留份的話，你就要確定他喪失繼承權。像喪失繼承權這件事情來說，我們通常是指法律上規定是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侮辱或虐待的情形。那正常來講，重大侮辱跟虐待都是什麼積極的行為，罵你啦、扁你啦，有家暴令然後被繼承人主張你不能繼承財產，這是最標準的可以喪失繼承，他1毛都可以拿不到。可是目前台灣的實務上的法律見解，對於那種不聞不問，有一些判決認定他也是喪失繼承權。最近有一個案子，就是被繼承人常年臥病在床，說希望見女兒，然後很多人去聯絡他，他都不回來。最後下通牒令跟他說：“你再不回來看我，我不會給你任何1毛錢。”就後來爸爸死掉了，但那是爸爸。這個沒有回來看的女兒跑出來說：“我要繼承，至少我有特留份。”突然又跑出來，之前說。對，叫小就好，跟我不愛啦，不要緊啦，我就不愛一看，起碼叫小就好，我被特來特要回來拿了。那媽媽就主動告他喪失繼承權，是，結果法院准了。他這種消極的不聞不問，在法官認為長期以來的忽視他，而且是被繼承人生病的過程當中主動要求他，也有聯繫上，因為其他兄弟姐妹也有聯繫，說他都不回來，甚至要求他回來辦一些手續，他也拒絕不配合辦理。所以法官會認為說，這個過程當中不孝的行為已經很明顯了，而且再加上你有那段你不回來看我就沒有繼承，所以法院就認定可以構成喪失繼承權了。但是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如果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不聞不問的人，他在國外是因為沒有辦法聯絡上，導致他沒有辦法回去探望臥病在床的老人家的話，這種行為我們不認為是這個喪失繼承權。是因為聯絡不上，他不知道，他並沒有虐待的意識出來，的意圖。對，所以這個就不能夠讓他喪失繼承權。這樣子的喪失繼承權，這個是對抗特留份的一種方式。他就變離。可這邊還有2個，包括了立公證遺囑，還有壽險的調整結構，這到底又是什麼？其實公證遺囑就像我剛剛提到，寫遺囑可以讓他的持份變少，但是特留份還是會保留。但是我所謂壽險是說，在生前我就先把我大部分的財產去買一個保險，買一個保險，受益人寫 A， 我一死掉以後，保險不列入遺產，他就獲得了一筆給付。那我本來有，假設我有1億，我拿了8000萬去買了保單，受益人給你，那死掉的時候是不是2000？是2000，我又寫一個遺囑說你不能繼承。那你是不是特留份是下1/4？因為你特留份，因為你們2個小孩嘛，1/2，他特留份是1/4，所以他就2000的1/4，他等於只拿到500。那1500要分給 A，那你是不是等于變相拿到9500？他不是拿到500？我覺得認識律師好重要哦，對吧？就是用這個方式去把他的特留份變得小一點點啊。但說到這個遺產我之前有聽人家講說，為什麼股票好像是最麻煩的遺產？股票麻煩的原因是因為股票的變動，它不像現金，因為我們的遺產稅也好，我們的計算方式都是以死亡當下的淨值作為繳納遺產稅分配的額度。但是股票呢，因為它的特性是漲跌很多。假設今天媽媽死亡的時候，股價是10塊，等到你們分配的時候，萬一不曉得是鬧糾紛還是如何，半年後才分配，結果股價跌到5塊，你們分到的時候發現哇，跌價不打緊，遺產稅是按10塊在繳，但是拿到手上變5塊，是。但如果漲呢？那漲就不一樣，對呀，漲就不一樣啦。如果是台積電，對不對？這半年來，你半年前死跟半年後才分到，
中間差了1倍。像我有一個當事人，就是去年5月死亡。台積電留下台積電42張，42張，對，42張。但是因為後來姐弟2個人鬧不和，現在還沒分，聽說還要打官司，打官司可能要拖2年了。我覺得我就跟那個當事人說，恭喜你啊，你這個強制台積電被鎖2年，2年後說不定這個漲到3000塊。第二個問題是，現金是馬上就可以分一分的，但是股票你要過戶到你個人的集保賬戶去，所以你要去交割戶，每一個券商去辦理交割，大家寫好說哇，你分幾張，你分幾張，你分呀，然後呢過戶到那個賬戶，你才能夠掛牌掛去交。所以這個程序有點複雜，更何況有些還有零股沒有辦法分平均像3個人分33.3333，那大家協調最後一股要給誰？如果說股票要處理的話，就是最好是生前就先處理掉，對不对？生前你就把它賣掉它就變現金進你的交割戶嘛，那就视同現金。大家就分錢就好了，是這是方法。那律師，我這邊還有聽過一個例子就是有人家他們長輩過世啦，然後他們就想要把長輩的存款提領出來，然后幫他辦後事。對，那這樣子是 OK 的嗎？不行，人死亡當下，死亡以後就不能夠領了，因為死亡以後就沒有人有權利用他的印章。但是我遇到最多的是 ATM。去提領這樣 ATM 不會知道他死了，對啊，但是銀行開的死亡證明書是今天嘛，我只要確定以後的 ATM 去領的人就是中槍了，就是你沒有經過同意去領這個錢，就是所以叫侵佔。通常這種案件很明顯，但是呢，檢察官都會勸說你們這個就有和解，如果你錢是用在喪葬費上，其實無可厚非，但是有些人積怨已深的就堅持要告。對啊，堅持要告，你還是會卡到一個偽造文書，是只是沒有侵佔而已。是，所以記住這個東西就千萬不要，如果你要就要之前就要領出來。是，所以你看，這遺產的這個眉角真的很多對啊。那馬律師最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這個叮嚀呢？就是說，到底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心態來處理遺囑？我覺得會寫遺囑的人，通常是有想法的人，而且也有財產的人，有想法，那你要有做法。那我會建議你趕快去找一些專業人士去問你的想法適不適合跟你的做法，跟稅務有沒有關係？因為有些人我遇到過很多案子，可能看你的節目來跑來問我，我說你的想法都不對，就是有些是看電視劇，對，我準備好安娜，我講你這樣不對，你打稅金哪個都賊，他說原來安內沒賽然後我會跟他講一件，對，他就亂寫，然後寫着出來，發現你這個繳稅繳更多，而且你寫這個方式也沒有辦法洩憤我說你要洩憤，你要告訴你，我要告訴你怎麼做。所以我希望說你有這個想法以後，那多看一些 YouTube 節目也可以，但是真正就你個人的客製化，還是找一些專業的問清楚。是他會給你先清楚的答案以後，你才決定我要不要有這個做法。今天謝謝律師帶來這麼多正確的資訊，謝謝。